哎，你带我去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还想拔刀杀2个？这样的人你都不管啊？你就是狗官。哎呦，你慢点吃，别咬着手指头。这一天天忙的大忙人也见不着。你有所不知啊，南通的海棠被水冲垮了，整个土地被海水浸了一遍，老百姓啊四处逃荒，哪有饭吃？本来啊，听说你到南通去，我和玉儿还高兴呢，没想到这么大座城，你说会惨成这个样子。哎，那等我收大功的时候啊，我带你们一起去南通转一转，包括旁边的镇江啊、金山寺啊，都去走一走，你就放心吧，娘。那么想出去玩呢？嗯，那千里迢迢跟你过来，就换个地方坐着。委屈你了，哥，南通的苏大人来了。哎呦，苏大人，下官，苏大人，苏大人，快请起。哎呀，有什么事您派人通传，怎么还大老远的亲自过来了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个老二，赶紧把这菜收拾一下啊！给苏大人呢泡杯好茶，切点水果，啊。苏大人，稍安勿躁，带我去更衣。苏大人，苹果、茶，谢谢谢谢。放这儿了。您喘口气啊。我也搬。哥，6个苹果，一口气吃没了。再去拿点点心。啊。久等了，苏大人。跑了有几百里地，累死了。上官见谅。什么上官啊，受不起。不过这南通到江宁也没多远呐，几百里从何而来啊？哎呀，跑着四处借粮，今年南通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明白。今年确实是灾祸不断。不过我既然要答应修这个海棠，就一定会对南通有个交代。属下不才。有件事只能求您了。快请坐。让您见笑了。我这次来呀，主要是想请古先生帮我递个手本。南通自古富庶，如果不是这次闹水灾，海棠崩堤，断不至如此之苦。现在南通的百姓有不少都卖儿女了。明白。那苏大人接下来具体想怎么做呀？就现在南通这个小城里头，5个省的粮商都到齐了，米价高得很。我的意思是想让总督派个兵，贴个告示，禁止粮商囤积。苏大人啊，我不是做官的，但是做商人呢，我并不外行。你想让总督大人派兵贴告示，第一，总督大人未必肯；第二，那些米商可能拍拍屁股就走人了，米都是他们的，他们定多少价就是多少价，咱们管不着啊。哎呀，属下快让这些人给逼死了。这些大米商，
个个都是身家豪阔，我一个小县令，实在得罪不起呀。这样啊，苏大人，今夜呢你就别跑了，留在我这儿。明日一早，我替你去递这个手本，顺便和那5省的粮商都商量商量。老二，点心准备好了没？做好了，谷大哥。我下了一锅白皮面，拍了2根黄瓜，还撕了一只盐水鸭，不知道合不合苏大人的胃口啊？合。苏大人，请。不吃饭可真不行啊。是。听说南通的百姓都开始卖儿女了。是啊。走，哎，你带我去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还想拔刀杀2个？这样的人你都不管啊？你就是狗官。哎，你别张口就骂好不好？我又不是官儿，怎么就狗官了？你不是狗官，那你就是奸商。哎，你要说奸商，那帮孙子才是奸商呢。明知道南通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，还在那囤积居奇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哎，今夜呢，就让我这个狗官儿，哎，好好的想一想，如何惩治这帮奸商。哎呀，好累。你看看吧。哎，按说呢，这苏玉华是个好官，老举人了，混了半天也就混了个县令，10几年的官就这一身官衣，也送不了礼，也升不上去，对老百姓倒是也好。我呢是不好驳他，可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啊？让我派兵去压制米市，这像话吗？人家就是不卖，你前门进去了，人家后门溜了，我用什么罪名来拿人家？苏大人这事儿，你要是不管的话，那南通的海棠也没必要再修了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修这个海棠本来就是救民于水火，南通已经易子而死了。您要是不救，等海棠修好了，人都死绝了，还修它做什么呢？是啊，你说的在理，可是真没银子呀。我这，哎，要不然你们2位能不能先……行，你们去告诉苏玉华，没办法。哎，大人，但您真的不能没办法呀。我们那是修海棠，米价若是平准，那一般富户回来，老百姓自然也就回来了。您把这事办妥了，我们才好召集人手，是不是？你们好召集人手，四面八方的都跟我要钱。南通百姓苦，金陵不苦吗？镇江不苦吗？总督大人说，他很快就能想到好办法，让你先回去安抚民众。总督大人，亲阅了我的手本，好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回。啊，这帮米商也忒狠了，实在不行，咱俩各出一部分钱，把这米买了，赈济南通。把米买了倒简单，买到何时啊？买到明年吗？整个南通的百姓靠我们养，那你得多有钱。是，这如何是好啊？不过一朝囤积居奇，就想把咱俩给吃了，想的也太简单了。我现在有一招，可以确保必胜，但是得咱俩一块儿干。你还能变戏法把米变出来？哎，你看，
以空对空，戏法人人会变，巧妙各有不同。我喜欢这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你现在就算把全身的钱给他们也是无用。首先要把米价降下来，然后才能还这一方太平。奸商可杀，可不是嘛？哎。 欢生古平原，李钦前来拜见前辈。是你们二位少爷呀？一位从死囚堆里逃回来的，一位李百万家的败家公子。你说谁败家公子呢？正是我们。还未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啊？鄙人姓杨。 人送外号杨千万，比你爹多那么一点而已。杨老板，您是商道前辈了，我们尊敬您，还望您高抬贵手，放南通一条活路，把米价往下降一降，我们兄弟俩也好做事。这二位小英雄，我自家的米卖高卖低，轮不到你们俩给我定价吧？这两江总督都管不着这事儿啊！ 你这生意啊，我看做的有点忒丧良心。说谁呢？我知道你京城来的，怎么了不起啊？想和我拼钱拼银子？拼就拼，你这库里有多少米，我就买多少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 我这库里面我有5省的米商在我手里，进退我一个人说了算。你买得过来吗？天底下的买卖只要有价，那就不愁买。好，我等你买。怎么样，小子？你和他一样要和我拼拼？我没钱，我哪有钱买啊？我就一句话。 现在我们修海棠需要人手，你若是不降米价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对价，那就得罪勿怪了。得罪？动官威我都不怕。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纯王爷。谁稀得和你拼后台呀？杨老板，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赌你10天之内，米价必降。 不但会降，而且会大降特降。好，好。10天之内，只要我不降价，你们俩就输，对吧？对。赌金多少？ 就这个，朝鲜国进贡的大东珠，一共就2颗，另一颗在皇太后的凤冠上。此宝夜间发光，能辟水而行。姑姑，值不值200万两银子？
没想到他们准备的这么用心啊！人家让你卖命呢，怎能会不用心？我的命已经卖给你了，他们要不去。油嘴滑舌。夫妻同命。就算哪一天我真得罪他们了，被他们砍了头做了鬼，我还是想陪着你。这辈子不够，就下辈子。全家人都等着你带大家回来呢，我们还有好久好久的摇。等一下啊！只藏心底一飘月光，风轻拂就无言角也微凉，看灯笼轻摇一身影霜，别问这帮人非要闹得全天下都知道。恭祝古大爷、古大奶奶白头偕老，古先生官运亨通，古大奶奶风平永继。北京州上搞这种调调。古先生，请。啊。总督大人到！大人。好，诸位少礼。哎呀，武先生到了吗？学生在。不称属下，称学生，是何道理啊？套近乎吗？我只不过是一介草民，实在不敢自称是大人的属下。不过我早就听闻大人是翰林院的老前辈，又是闻名于朝野的理学大师。我虽然被革了功名，但一直以读书人自居，所以自称是学生。哦，没有功名。这也不算什么啊！孔圣人、孟圣人，哪个有功名啊？啊！不过这话我倒喜欢。是。说到理学嘛，那可是惊天伟地的学问呐。夫子曰：“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？在于依天理灭人欲耳。”江南之乱，就在于理学不兴。曾香香打完了仗，拍拍屁股上朝里做官去了，留这么个烂摊子让我在这儿补锅。几十万人马呀，驻扎在这两江地面上，管本大人要吃要喝，哎，这就叫禽兽。大人，我们家从京师运来的银两，今日已经交割了，不知这江南的盐田和盐店的地契，何时可以兑现？孟子曰：“何必言厉呢？”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孟子都说了，别老盯着那点盐，再等等啊！大人，标下有一主意，我们血战拿回的这些盐田可以分一部分赏给下边的士兵经营，要不然这些士兵们就会说他们拿命换来的东西，却让这些奸商们过来发财，这心里啊肯定有气。奸商，我们家地契都是偷来的、抢来的，
老百姓死了这么多，谁知道这地契是真是假呀？哎呀，就那么点盐田，够分的吗？啊，给谁不给谁呀？圣人说了，天下之事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大人，你少在这跟我废话，去。大人，可是这可什么事啊？啊，朝廷瞪着眼睛盼着军队遣散，军队呢瞪着眼睛盼着赶紧发银子，好回去买房子、置地、娶媳妇儿，盼得眼珠子都红了。哎，你们要是在这儿经营盐田，那咱还遣不遣、散不散？啊，什么主意这是？这退下去！这打了10几年的仗，军队穷，老百姓更穷。我知道，你们都不愿意亏待了手底下拼命的那些弟兄，想早点给他们发钱，回去抱儿子逗孙子去。哎，所以呀，我才请来了李新公子，还有古先生这些年轻的商界翘楚来给咱们出主意。只有南京繁华了，老百姓口袋里头有钱了，税能征得上来了，这才是正办，啊，哪能夺百姓之财呢？啊，再说，京城李万堂、李百万，那是本都的好友，他派公子前来做买卖，买盐田，那是两江的福分。以后你们不许再说这样的话，为难他啊！大人英明。大人，哦，坐吧，啊。哎，坐。啊，坐。都说你有大才呀，何以教我呀？我陆陆续续的听说了大人的一些困境，还不知道大人想怎么做。你先说说，你对做生意的事情怎么看吧？我视生意为大道。哎，先生错了。士农工商，商乃微末之道。孔子曰：“小人喻于利，君子喻于义。”大人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大人错了。生意嘛，无非是买卖二字。那当年孔夫子、孟夫子，熙熙攘攘跑遍天下，为的又是什么？那自然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，建立道统啊。那如何拯救苍生？如何建立道统？无非是游说各国的君主，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吗？大人都说到兜售二字了，这难道还不是生意吗？狡辩！那要是没有生意，天下事务则不能流通，人老死乡里，至今还过着学居生活。难道说生意它不是大道吗？坚船利炮，国家得失，民族兴衰，都由于此啊！怎么能说生意它不重要？要是你这么说，倒是有几分道理。如此说来，这做生意的人和读书人一样，都是求道者了？本无区别。读书之人，求官是小道，救天下是大道；做生意的人，求财是小道，富天下是大道。学生不才，有一颗心，愿追求大道。大话人人都会说，我听的也多了。先说说你的道心啊。
我初涉商海，觉得天下万事万物，不过是谋利的工具。只要能做到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双方得利，便是大道。但所谓双方，就是把这个道给看小了，就好像两军作战，在乎一城一池者不是将才，就好像我之前做茶商，只有见识了全省，乃至全国的茶商之路，我才知道我自己应该怎么走这条路，我才能看清全局。但如今我的心思又有些改变，我在想，何必拘泥于某一行，或者汲汲于某一业呢？自我来了南京城，看到八方凋败，民不聊生，我就在想，这是一门好生意。若是可以，我愿辅佐大人，谋天下，经营江南。哎呀，狂生啊，真是个狂生啊！连我都不敢说经营江南这样的话。不过如此道心倒是可以嘉许啊。你也别光做个口头上的说，啊，还要看实效。若得实效，大人需听我调遣。听你调遣？小家伙，这话说的有点狂妄了。我来江南，不为求财，不为求官。大人把我全家都弄过来当人质，我只求他们可以平安回家。你真的不要钱，也不要官？要官要钱又有何用啊？只怕哪一天大人的麾下再乱起来，江南一地生灵涂炭，我的家乡再被毁一次，那可真就是无望了。不论是国家还个人，都承受不起啊。大乱之下，官、钱又有何用呢？好，我就信了一回。只要能像你说的，真的能够经营江南，恢复生产，哼，我做个听差又有何妨？哼。